日兰高铁即将通车，鲁南接入路桥通道，欧亚大陆桥头堡会让贤吗？日兰高铁是鲁南地区的重要通道，即将建成通车，并接入路桥通道，日照的枢纽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。那么，日照能否接替连云港，成为新的欧亚大陆桥桥头堡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日兰高铁。日兰高铁又称鲁南高铁，是连接山东日照与河南省兰考县的一条高速铁路，全长494公里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千米，目前运营最高速度为每小时310千米。铁路沿途经过临沂、济宁、菏泽与开封，中间设14个车站。2016年12月17号，临沂至曲阜段的开工建设，标志着日兰高铁正式开工。2019年，日兰高铁日照至曲阜段正式开通运营。2021年，曲阜至庄寨段开通运营。今年3月6号，日兰高铁进入动态验收阶段，6月预计全线通车。日兰高铁的起点日照位于黄海之滨，面积约5374.9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96.83万。日照属于鲁东丘陵区，地势中间高，四周低，略向东南倾斜，最高点位于五连县境内，最低点位于东港区。日照已发现矿产63种，红柱石矿的保有储量约98.92万吨，位居全国第5。花岗岩的保有储量为8000万立方米，位居全省前列。日照是我国现代化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基地，该市的日照港在我国港口当中位居第7。其北部濒临青岛港，南部毗连连云港港。2023年，日照港的货物吞吐量为5.2亿吨，主要的运输货物有铁矿石、煤炭、散粮、木材、钢铁、焦炭等。日照高铁的终点兰考县隶属于河南开封，总面积1116.2平方公里，人口约76.46万。兰考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，地跨黄淮两大流域。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，该县是河南省财政直管县，2023年的 GDP 为410.48亿元。日兰高铁的建设对山东而言意义重大，该铁路日照至曲阜段的建成通车，结束了临沂没有高铁的历史。该铁路为沿线的临沂、菏泽等城市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。目前高铁已通车的部分已经与多条铁路线相连，基本在山东境内形成通路。日兰高铁全部建成通车后，能够通过兰考与徐兰铁路相连，鲁南地区甚至山东各地与西部各省市的直接联系加强。徐兰高铁连接江苏徐州和甘肃兰州，是我国8纵8横铁路网的路桥通道之一。2017年全线通车，全长1434公里，列车的运营速度为每小时250至300千米。沿途经过开封、郑州、三门峡、渭南、咸阳、宝鸡、天水、定西。接入徐兰高铁之后，日兰高铁的效能和价值也会进一步提高。同时，曲阜、临沂、菏泽等城市在山东的交通枢纽地位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，沿线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流通更加高效。2. 欧亚大陆桥头堡。欧亚大陆桥头堡指的是连云港。连云港位于江苏北部，是江苏的第几市，全市面积7615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460.2万。连云港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，该市属于淮河水系，市内河网密布，内河航运和海运极为便利。连云港港是江苏最大的海港，2023年货物年吞吐量突破3.2亿吨。该港口新开辟了12条航线，打通了北上俄罗斯远东与北冰洋，南下泰国、越南与斯里兰卡的水运通道，其国际枢纽海港的作用日益凸显。2023年，连云港市 GDP 为4364亿元。在连云港经济中，支柱产业主要为6类：医药、石化、冶金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高端装备制造。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起点。亚欧大陆是世界上陆地跨度最广的大陆，一直以来更加依赖海运，因为与陆运相比，海运价格更低。随着亚欧联系的加强，连同大陆两端的大陆桥诞生。第一亚欧大陆桥基本位于俄罗斯境内，从海参崴延伸至莫斯科，再进入欧洲各国，全长约13000公里。第二亚欧大陆桥从我国的连云港出发，经我国陇海至兰新县，在阿拉山口出境，最终进入西欧。这条线路有一大部分经过了原来的丝绸之路，因此也被称为是现代的丝绸之路。第二亚欧大陆桥全长约10800千米，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经贸发展。
第一亚欧大陆桥通过了相当一部分高寒地区，第二亚欧大陆桥全程通过的地区基本避开了高寒地区。第二亚欧大陆桥将东亚、中亚与欧洲相连，使东亚前往欧洲的运输距离更短，且周围辐射的面积也更加广阔。3. 日照是否能取代连云港？连云港成为亚欧大陆桥起点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该市的交通条件，它是陇海线的起点。毕竟，如果从港口和城市建设等方面，青岛的条件要优于连云港。从连云港前往鹿特丹，比青岛节约587公里。日兰高铁被部分网友称为路桥通道山东线，认为其能够取代连云港桥头堡的地位。私以为短时间内日照无法取代连云港。从经济总量和人口上来看，日照都不如连云港，二者都是陆海联运城市。但是连云港港是江苏最大的海港，日照港在山东省内的作用无法与连云港相比。亚欧大陆桥建设的目的是降低亚欧之间的运输成本，这不仅仅是指客运成本，更多的是货运。陇海线是客货两用线，且连云港已经开通了集装箱武定班列和中欧班列，承担新亚欧大陆桥90%以上的过境集装箱运输。但是日兰高铁连接的路桥通道是客运专线，在货运方面，日照目前还缺少连接西北的货运专线，因此日照还需要继续追赶连云港。